那您对虚拟现实眼罩跟它的结合有什么看法吗？大概明年就会开始实施。安总，亲爱的太太，你的离婚证还没捂热呢，就找到新欢了。你怎么来了？对，就这个样子。这个就是你原来的样子，我喜欢你。这里不是叙旧的地方。这么迫切的让我走，我为了你呀、我抛妻离子，我给你身份，给你地位，给了你所有进入上流社会的筹码，而你呢，你却忘恩负义啊！啊！拍我吧！我现在的样子就是你们认识的安总原来的样子。安总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80岁，只要这个东西不摘掉，就证明我没有放弃。
进去坐一会儿吧。不了，洗个澡，你休息一下吧。晚上高空酒廊见。好，高空酒廊，我等你。让司机送你回去吧。不用了，我想自己一个人走一下。大哥，不是，真对不住了啊！这安杰的手下你应该是了解的，他真的太难缠了，个个都跟蜘蛛精一样。我一直跟你说过，所有的心思都要放在细节上，客户的体验性。好的，我强调了。你看那个沙发，一早就应该换，它的舒适度直接影响客人的消费。我真的第一时间就想跟你通风报信的。不是，郝杰他把我一个人留在问子，你说我怎么可能斗得过安杰？我跟你说，当一个酒吧老板最大忌的就是推卸责任。如果你在酒吧里面遇到一些客人比较难缠的，喝醉酒，你还这样推卸责任呢，那你的头迟早被爆。所以你是老板，我是一小弟嘛。你当小弟这么久，跟我这个老板这么多年，应该知道我的风格。别说你的风格跟习惯了，我连你的癖好我都了如指掌，我连你办公室每个抽屉里放什么，我心里都明白着。这么厉害啊！你见什么人，穿什么西装，说人话还是说鬼话，我心里都有一本明账。那我保险箱的密码是多少呢？怎么就破解了？叫一瓶酒过来吧。大白天喝酒啊？庆祝啊！庆祝你经历我这么多年的折磨还有考验，你终于出世了。好嘞，那我挑杯好酒去啊。干嘛这么严肃呢？来坐。他这个人呢，虽然平常吊儿郎当的，但跟了我这么多年，总算能压得住这个场，对客人的喜爱也一清二楚。他对这个酒吧的感情，比我们俩深。我觉得他没有问题，我觉得你有问题。这件事情是我错了，我没有拦住你，还把你跟南桥都搭进去了。是我忘了，安宁这个人不会这么容易相信我。你也觉得我是在逼他？我是觉得您太有耐心了，我担心您的这份耐心会被他一点一点的耗没了。看，本来那个梦想已经离我那么近了，谁想到结果还是差一点运气。那你现在突然穿越大半个中国，带我来看他，是运气回来了吗？因为我的运气现在都花在你身上。我就在想，将来也许会有像电影里面那样的各种各样不同的飞行器，会改变我们的生活吧。就像手机啊、VR 眼镜啊，很酷吧？好疯，但我会陪你一起疯，疯到我们70、80岁。只要这个东西不摘掉，就证明我没有放弃。安姐让我过来接您参加Wins开业酒会，我也去。安姐只邀请了10个。没事，你不用去了。你去了，我怕安姐不高兴。没有消息，未必是好消息。老大，
出事了 ，VIV 的技术人员刚刚修改了服务器的管理权限，我这现在什么数据都下载不了。一旦交互平台服务器被清除，我们之前记录的所有数据、写的所有算法，以及为 PIA 所有匹配的共享模块，就都找不到了。产品定位、外观设计、性能技术，跟咱们思路一模一样啊！石总怎么变成 Wins 的 CEO 了？这不就是商业间谍吗？这不就是赤裸裸的潜伏吗？接下来所有的问题都由 Wins 新任 CEO 石月先生回答。石总，您能介绍一下 Wins 在无人机领域的创新吗？这么迫切的让我走，我为了你呀，我抛妻离子，我给你身份，给你地位，给了你所有进入上流社会的筹码，而你呢，你却忘恩负义啊！来坐。他这个人呢，虽然平常吊儿郎当，但跟了我这么多年，总算能压得住这个场，对客人的喜爱也一清二楚。他对这个酒吧的感情，比我们俩深。我觉得他没有问题，我觉得你有问题。这件事情是我错了，我没有拦着你，还把你跟南桥都搭进去了。是我忘了，安宁这个人不会这么容易相信我。是，他装了点了头同意了这件事情，其实背后早就布了局，等着我们上钩。是我傻，我以为这些年我可能是特别的那一个。你想怎么办？我觉得当务之急就是研究一下 VIV 和 Wins 的合同，找出漏洞，可能我们再去个美国。什么都不要做。什么意思？什么东西都不管了？连酒吧都给7号了，不管了？不想管了，我只想当我的使君妻。喂，石月。哎，找到人呢，酒我拿来了，咱们上去喝去。快坐。酒这个东西呢，喝多了乱心。他已经够乱了，你就不要再去添麻烦。来，喝。
那您对 VR 眼罩跟它的结合有什么看法吗？其实呢，我们整个公司对这个产品是非常投入的，产品非常的人性化。你第一次来这里的时候，也是站在那里看了很久。有几年没上来了，现在看去外面，觉得还美吗？美。今天的景色比以前更美。我也觉得是，因为站在那里看风景的人，还是原来的那个人。对不起，之前那么的不信任你。不过你也知道，我在你面前向来没什么理智可言。我们那么久没在一起，想要走回原点，难免会有一些弯路。不过今天，你抱着我离开酒店的时候，我也才真正的看清楚，你还是原来的你，还是那个愿意为我拼了命的10月。我当然愿意为你拼了我的命。我不会要你的命。但我剩下的，只能给你我的命。你今天给的是线。开香槟吧。你第一次来这里的时候，也开了一瓶香槟，连杯子，我准备的都是当年用的杯子。怎么不问我，为什么觉得今天的景色特别美？你说，因为今天的我要学会放下。以前的我一直以为都能放下，原来我舍不得，我舍不得你给我的一切。这是酒吧、庄园、度假村的股权转让协议，还有车。全部还给你。当年你跟我2个人刚到美国，我们一无所有。
白手起家打拼来的那笔钱被我带回国，这笔钱干干净净，但对我来说，这笔钱是我们共同的，不是我10月一个人的，是我10月有赋予你。如果没有这笔启动资金，我盘不下这些产业，我应该一早就还给你，但我却没有。拥有着这一切，我不知道是因为放不下以前的感情，还是放不下现在的欲望。是我懦弱了。现在我把它们全都还给你，就当你给了我7年的时间，让我有机会证明自己。谢谢你。世月，你要想清楚，把这些东西还给我，你就是一个一文不值的穷光蛋。从你第一天认识我，我不就是这样？这些东西是你用7年的青春换来的，放弃了，值得吗？用7年的时间还一笔债，值得。你以为这样就可以跟南乔在一起了？南乔是高高在上的公主，她想玩的、要追求的，都是需要资本的。你一个穷光蛋，玩得起吗？玩不起。后会无期。我的心，你没有还给我。宠物医院见。现在。他不会再回来了。我点了外卖，一起吃吧。我不饿。一天没吃了，你当自己是铁打？去哪儿啊10月约我，我就说了，他会给我一个交代。交代什么？说这都是误会。不管怎么样，赔钱7颗飞行一个交代。喂，世月，你混蛋！你现在人在哪儿？我现在去宠物医院见南乔，把所有事情都说清楚，再给我几分钟。你确定？不会变。好。关于我的谎言，我的错，你留给我，我要亲自跟你说。
安妮，你居然找人撞南桥是吧？这事不是我做的，原来你这么看我。从我这一离开就去找他了吗？你听好了，你可以拿车来撞我，直接拿我的命。我说了不会要你的命，因为你还有东西没有还给我。我已经全部都还给你了，好吧？医生，医生，他怎么样？哦，你是那个病人家属是吧？放心吧，病人呢没有外伤，他现在就有点轻微脑震荡，你放心吧，我们会做进一步检查的啊。好，谢谢。小乔，你醒了？头会不会疼？身上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医生说是轻微的脑震荡，没大碍，你别害怕。现在几点？小乔，你先躺下。医生说啊，你得卧床观察24个小时，少1秒钟都不可以。这脑震荡也分大小的。你刚才不是刚说完没什么大碍吗？你渴不渴？我去给你倒杯水。摩托车冲过来的时候，好像是10月把我推开的。他叫我去宠物店。肯定有重要的事情要跟我说。小乔，我知道你想去找10月，但绝对不是现在。自从10月出现开始，陈立 Wings 抢单杯啊杯，处处都是针对你和极客飞行。我有理由相信，绝对不是一起普通的交通事故。小乔，你先躺下。你先好好休息，等你过了观察期，我陪你一起去讨个公道，好不好？你先休息，我去给你爸还有南晴姐打个电话啊！千万别给我爸打电话，我不想让他们担心，我在这儿躺着过观察期就是了。好。差不多了，你先喝点水。你想跟安宁接受，可安宁很明显不想跟你接受，她已经出手了。你再靠近南桥，就等于跟他宣战了。不管谁输谁赢，有危险的都是南桥，啊？哎。你一个人太危险了，我必须陪你一起去。你不在的这3年，我不是活得好好的吗？再说了，我自己感情上面的问题，谁也不能帮我解决。帮我带回家啊！南桥，
我有话跟你说。常剑兄，我已经听你的，在这儿观察了24小时了。有什么事儿能回来再说吗？相信我，我能处理好。哎，你怎么出来了？观察期过了吗？就是轻微的脑震荡，没事儿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打算把狗给他们送过去，一了百了。这是我从狗身上发现的，你看看还有用吗？自从见了你，我才相信了一见钟情。我不希望你选择我，是因为我对你的好。我希望你能看见我所有的不好，所有的不堪，所有的失败，却依旧还是想要与我在一起。这个世界一点都不友善，甚至还很残酷。谁都无法知道下一秒的相遇是幸运还是灾难。我们决定不了人生，但可以选择与谁携手同行。哪有那么多一了百了？你去哪儿啊？你这大白天的喝酒也不是办法呀。你说话呀！你说一句啊！你要是有什么事儿能够让你舒服点，你跟我说，我去办，立马就办。你舒服了，我也舒服。我见不得你这样。只要他离开我，恨我，这才是最安全的办法。你无止境的退让，只是把默默守护当做懦弱的借口。你忍心吗？你为什么不跟他留一点点希望呢？这样的女人我不配。你怎么样了？轻微脑震荡，已经过了观察期了。有些事儿稀里糊涂反而比明白更好。稀里糊涂？我最近莫名其妙发生了2次交通事故，莫名其妙突然跑出来一个 Wings 针对极客飞行。我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就算是个普通朋友也会问我一句怎么样了。十月人呢？你认识的十月，是个光明磊落的人，还是个懦弱胆小的人？不管怎么样，他是不是应该站出来把事情说清楚啊？你不说话什么意思？他人呢？他是安全的吗？他把自己埋起来了。
我看到漂流瓶了。就算你说这也是你圈套的一环，就算你说过的每个字都不是真的，但是我告诉你，我当真了。你说你遇到我之后才知道什么叫一见钟情。你说你想让我看到你所有的不好、不堪、失败，依旧还愿意跟你在一起的时候再做决定。你说这个世界其实一点都不善良，甚至还有些残酷。我们谁也不知道下一个遇到的人是幸运还是灾难。我们无法改变命运，但是我们可以选择与谁携手同行。十月，我不知道遇到你是我的幸运还是灾难，但是我相信你，也相信我自己。就算我看到了所有的不堪，我还是愿意跟你在一起。就算你想分手，是不是出来看着我的眼睛，跟我面对面的说，我们的交易是真的？你说什么？为情而聚，为利而散。你们的开始本来就是一场交易。对啊，后面的种种后果，又何必当真呢？所以，从我们第一次相遇开始，就已经是交易了，是吗？小乔，我们走吧。走啊，听他的。如果你走了，我们下次见面，可能可以更体面的打招呼了。我不走。你到底还在坚持什么？我要听真话。如果听到真话，你们之间就从普通的商业竞争变成了别人嘴巴里的笑话。我问你呢，是不是从我们第一次见面交易就开始了？所有人都说他是为了利益不择手段，只有我知道，从他见你的第一面开始，就是他精心设计好的。他的目的是为了利用你报复我。你说什么？你们两个之间到底发生过什么？我应该见他的第一面，就跟你坦白所有的过去。我给你的那篇论文，那篇成就了今天极客飞行的论文，是我从蓝天猎人里偷出来的。
因为那篇论文，他被特训营给开除，被所有人给唾弃。对，是我从背后狠狠地捅了他一刀，或者说，在他心里像这样子的伤疤，早已经有无数刀。你别说他自己这么伟大，我心里面所有的伤疤都已经完整无缺，而你呢，千万不要觉得对不起我，也不要因为你的愧疚放弃对我的反击。你不是说过吗？只要你没摘下这个手环，就说明你还没放弃。我意思是说，我没有放弃报复你。你拿到的那篇论文，全世界把你当成焦点，而我被全世界唾弃。所以每次我见到你们在一起的时候，我都觉得是折磨。滚！走啊！痛的都一起吃，虚伪的却周而复始。你眼中我失去的理智，仍为你坚持。在梦中轻难的抱你，只好用尽全力保护你。爱在跨越生死的距离，注定会赢。我能自己上去吗？你不应该来这里。我来验收我报复的成果。现在只有我们两个人了，能说句真话吗？什么才是真话？你承诺过我，会爱他，会保护他，都是放屁骗人的吗？你早就料到你会有今天的成果。我认识的石俊清，不会拿女人当做要挟的借口。7年前虽然我7年前你眼睁睁看着我离开，半句话都没有说的时候，我已经不在乎什么结果了。可他现在依然像根刺一样扎在我心上。继续留着。如果我告诉安宁，你当初接近他的真正原因呢？
其实，石举清改名石月是为了方便接近他们。是吗？他给了警方很大的帮助。你是说，他是警方的线人？安宁前任丈夫的贩毒集团就是石俊清帮我们破获的。不过安宁的手很干净。后来我们调查了几个月，发现安宁一点都没有沾她丈夫的生意。后来石俊清就陪着安宁去了美国。那现在呢？他还是不是？早就不是我们的人了。当时我们本意是想帮他恢复身份，没想到他竟然拒绝了。这也是他为什么会改名的原因。你当初帮过警察的，你是好人。好人坏人关你屁事啊！你这个人懂得分好人还是坏人吗？你和安宁挣的那些钱，你没有资格跟我说我跟安宁的事。当时你们全世界把我踩在脚底下的时候，只有他一个人拉我上来的。你不是这样的人，我信你。我最讨厌的就是你这个表情，最讲义气，最够，全世界都欠你一句谢谢是吧？啊！找安宁，跟他说，找安宁啊，找他呀，找啊！打！对付我这种人渣，千万不要手下留情。以前的我，一直以为都能放下，原来我舍不得。我舍不得你给我的一切，拥有着这一切，我不知道是因为放不下以前的感情，还是放不下现在的欲望。是我懦弱了，现在我把它们全都还给你，就当你给了我7年的时间，让我有机会证明自己。谢谢你。石月，你要想清楚，把这些东西还给我，你就是一个一文不值的穷光蛋。从你第一天认识我们就是这样。这些东西是你用7年的青春换来的，放弃了，值得吗？用7年的时间还一笔债，值得。别吵！对不起，之前那么的不信任你。不过你也知道，我在你面前向来没什么理智可言。只要他离开我，恨我，这才是最安全的办法。你认识的石月，是个光明磊落的人，还是个懦弱胆小的人？不管怎么样，他是不是应该站出来把事情说清楚啊？他人呢？他是安全的吗？把自己埋起来了。你一个人太危险了，我必须陪你一起去。你不在的这3年，我不是活得好好的吗？再说了，我自己感情上面的问题，谁也不能帮我解决。我希望你能看见我所有的不好，所有的不堪，所有的失败，却依旧还是想要与我在一起。这个世界一点都不友善，甚至还很残酷。谁都无法知道下一秒的相遇是幸运还是灾难。我们的交易
说什么？为情而聚，为利而散。你们的开始本来就是一场交易。就算我看到了所有的不堪，我还是愿意跟你在一起。你到底还在坚持什么？我要听真话。如果听到真话，你们之间就从普通的商业竞争变成了别人嘴巴里的笑话。是不是从我们第一次见面交易就开始了？从他见你的第一面开始，就是他精心设计好的。他的目的是为了利用我，报复我。对付我这种人渣，千万不要手下留情。我特别喜欢这条疤，让我记住谁是仇人，谁是恩人。你能不能把所有的恨都只对我，不要连累南桥？这都是你们两个一起造成的。怪我曾经是一个懦夫，帮了南桥而害了你，而我现在依然是一个懦夫，竟然相信眼前这个人就是石原你！从现在开始，你我就是陌生人，伤害南桥的陌生人，我会陪你斗到底！我是不是也是你们陷阱中的一环？我现在什么都不能说。关于你的一切，关于我们的一切，什么都不能说吗？我只能告诉你的是，这个吻是真的，是真心的。你的吻我还回去了，咱们谁也不欠谁，这就是我们的距离。如果这就是我们的距离，你别动，这一步我走。这一步，谁都不能走。是，你什么都不欠我了，可是我还想多欠你几天，我还有很多话没有跟你说清楚，你能不能先让我记在账上，让我欠着？
不要把我欠着的权利都收回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确定要进行程序初始化吗？准备清空数据库里所有的数据。程序初始化开始，数据库里所有信息将被删除，请确认。正在处理中，工作记录正在删除，研发数据正在删除，员工相册正在删除，蓝桥和温迪姐妹淘正在删除，真人 VS 团队视频正在删除，关于是否接受10月先生的技术入股会议正在删除。老大，你真的要放弃我们一起创造的小梦桌吗？你真的要删除我们所有人一起的记忆？你真的要把秘密小组计算的数据都删除吗？谁一辈子没遇过几个渣男？离开渣男，你会过得更好。小乔，你永远都是我们极客飞行说一不二的老大。常剑雄和石月刚才打了一架，孩子气。人呢？去哪儿疗伤了？你要不要猜一猜？打拳击去了吧？你对他还是那么了解？我这点三脚猫功夫，还是他教的。10大司机放个假的，结果不好好休息，就跑这儿来练拳了。我要随时保持我的战斗状态。假话！打点比赛，赢点钱，赚点零花钱。你要是不想只挣司机的钱，我还有别的钱可以让你赚。我不会赚你的钱。为什么？
难道不会是你故意潜伏在我身边，等有朝一日羽翼丰满，想反咬我一口吧？有可能。好啊，等你拉我出泥潭那天。要打什么骂？你赢了可以继续休假。我赢了，马上跟我。打这里。我不喜欢被动防守啊。进攻的重点就是抓紧时机。我救你那天时机对吗？我喜欢你。出成那样子，什么都不想，一心就想赢。我输的太多，想试一下赢的滋味。我还喜欢你把对手踩在脚下，慢慢欣赏着。拳击的好处就是把对手打在地上，然后读秒的时候，你在欣赏自己的作品。折磨人的本事，果然每个人都是与生俱来的啊！有时候我觉得这个世界是非黑即白，永远觉得不做一个坏人就会有好的结果，但是，所以就破罐破摔。知道我为什么喜欢你吗？因为我觉得你跟我很像，我们是一种人。打中！出钱最重要的是时机。明天要把你打趴下，然后好好欣赏。来吧。看你打拳，让我想起了你第一次教我打拳的时候。我记得我跟你说，我很喜欢看你出拳，不顾一切只想赢。现在看起来还跟以前一样。从来没想要赢，只是不想输。我还说我喜欢看你把对手踩在脚下，慢慢欣赏的样子。那是你的乐趣，不是我的乐趣。这怎么会是乐趣呢？你应该知道，我说过我最喜欢你，因为你最像我，我们是一种人。你跟我说过，千万不能用真心，不能拿真心对人，也不能相信人家的真心。这些话都是骗人的，千万不能把自己的真心给别人。你做到了吗？是你做到了。这应该是你的真心话吧？十月，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不堪一击了？怕常见熊会用常识的力量对付你吗？你放心，有我在，不会让你像当年那样吃他的亏。来吧，陪我玩一局。
不是所有事情都可以用报复来解决。那人呢？不是所有的人，你放弃了，就会彻底忘记。说到底，还是因为一个女人。对，我就是因为一个女人。